这几天呢，房地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这个贷款呢，变化是最多的。6天的时间，2次降息，第一次呢降到了 4.4， 第二次呢降到了 4.25。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想，到底适不适合买房子了？因为现在政策这么好，今年如果不买房子，5年以后还能不能买得起呢？今天就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实际上呢，很多人心中有不同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呢，我们要搞清楚当下楼市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炒房客被套牢了。以前的房价上涨呢，少不了有这个炒房客的存在，他们在短时间内呢拿了大量的房子，炒高一个区域或者炒高一个城市的房价。但是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很多人是直接被套牢了，甚至呢，现在很多炒房客急于把房子卖出去，却怎么也卖不出去。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开发商消停了。过去20年呢，开发商一直玩的是3高模式：高周转、高负债、高杠杆，对吧？不停的拿地，反正呢，要么有银行给钱，要么呢就是老百姓买房的钱，就可以呢运转所有的一切。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开发商拿地少了，而且各个企业都在想办法降低自身的负债。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呢，就是老百姓观望的情绪很浓。一方面呢，可能是真的没有钱去付首付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害怕自己呢在不恰当的时机买到贵的房子。也有很多人呢已经不缺房子了。总之，很多人是不愿意出手买房子的，对于未来房价的走势这个预期呢是信心不足的。那第四个变化呢，就是银行6天连续2次降息。这次降息呢是不一样的，以前呢可能降息的话2-3年才能发生一次。第一次降息呢是在 4.6 的基准利率上呢下调20个基点。那第二次降息呢是直接从 4.6 变成了 4.45， 又下降了15个基点。这一切呢就说明在鼓励大家买房子。毕竟呢，这个利率下调以后，我们每个月还的银行贷款的利息就少很多，这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讲呢是十分利好的。那么第5个方面呢，就是楼市的房价同比下跌了。以前呢，我们知道房价不是一直在涨，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过去20年房价在涨，但是呢，它也有一个曲线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有的时候涨，通过调控呢又降一些，再通过放宽货币政策呢又上涨一些。但是呢，以往只要货币政策宽松了，那么房价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迎来一波上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过去20年这个热衷于买房的一个原因。但是今年整个2022年的上半年都在救市。那么这个货币这么宽松，为什么现在大家买房子的情绪不浓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几个原因。所以呢，共同造成了现在的房价下跌了，甚至呢，今年的房价均价已经跌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那这一切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在2016年年底提出的房住不炒。可能在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这只不过又是一次普通的调控可能呢没有那么具有针对性，更不可能呢有那么全面。但是呢，到了2020年的年底，整个2021年房住不炒呢开始全面的调控，开始呢有针对性的调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整治开发商。过去20年呢，开发商就一直是无序的扩张，因为呢他们的融资渠道比较广，根本呢就不考虑风险的问题，就只是拿地建房，拿地建房。那么好了，给了3道红线以后呢，各大企业现在拿地少了，然后呢内部可能在进行裁员，或者呢一系列的整顿，总之呢要降低自己的负债。那第二点呢，就是加快保障型住房和租房市场的管理。我们知道呢，房价上涨很容易，可是呢房价下跌并没有那么容易。即使呢有价无市，很多人也不愿意把手中的房子降价给卖掉，因为我们的收入呢是不对等的，有的呢可能就是富豪很有钱，但有很多呢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工资收入呢并不是很高。那么想到城市发展，首先买房子就是一个首付的问题，有钱人呢甚至可以全款，但是普通家庭呢就得靠想办法去凑这个首付，但有的时候不一定呢能买得到。为什么？因为房价很高。那么这个时候针对
低收入人群呢就要推出保障型住房。之前呢很多人说保障型住房很难申请，那么未来呢可能就加大保障型住房的建设，那么低收入人群呢在这个城市发展就有呢一定的保障。另外租房市场呢也非常的乱，很多人呢就会当二房东，把原本呢很便宜的房子加价，导致到呢这个租房子的成本也很高，尤其是针对这个新落户的新青年和第一次呢到这个城市发展的年轻人，租房的成本高，导致到自己的发展受阻。那怎么办呢？未来可能租房市场会进行一定的整顿，包括呢公租房供应会加大，这样呢就能够保障新市民或者说年轻人能够更加安心的在城市扎根发展。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到了整顿这个中介行业。以前呢我们说到这个房产中介啊，就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呢这个房产中介比较专业，能够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的找到心目中的房子。痛恨的是呢这个房产中介利用这个房产的便利条件呢，让很多这个房东蒙受损失，让这个客户蒙受损失啊，这就是所谓的赚差价。可以说呢这种乱现象一直都存在，未来呢这一块也会加大力度去整治。房产中介呢靠着这个卖房子赚差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留在市场上的呢可能就是比较专业的房产中介，能够呢解决我们买房子痛点的房产中介。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拯救楼市啊，之前呢是一直调控的目的呢就是赶走炒房客，让这个房价呢不再继续拱高，也不让呢大把的钱流向房地产市场。因为呢房地产市场的钱多了以后，就会引起巨大的泡沫，加大呢金融风险，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呢就是全面崩盘。那么赶走了炒房客以后怎么办呢？那就要拯救楼市，保护刚需，让真正想买房子的能够安心的买房子，别再呢左顾右盼。所以呢你会看到放开限售限贷限购啊，很多人不买是因为呢在观望，但是呢你再也听不到炒房客着急忙慌的去买几套房子了，那就说明楼市的调控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下一步呢就是稳房价，让房地产呢长期健康的发展。那么说了这么多，5年以后到底还能不能买房子，是随便挑还是买不起？那答案呢其实就很简单，未来呢有2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城市分化，房价分化。其实现在呢你都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啊，也就是说呢大城市的房价，核心地段的房产仍然很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买房子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呢看地段，地段越好说明周围的配套越好，商业价值呢就越高。那么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也好，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也好，这些大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仍然非常优质。而一些小城市呢，随着这个人口的流出，再加上呢缺乏相应的这个工业配套，那么很多人呢是留不住的，因为呢收入比较低，所以呢房价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回归到理性，最起码不会像2017年和2018年那样出现大涨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住宅会出现分化。我们之前说呢买房子要看地段，但是呢我们住起来的品质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住宅呢也分很多种，对吧？有这个多层啊、老旧小区啊、小高层啊、大高层啊等等，还有呢花园洋房。那么未来呢住宅也会出现分化，也就是说呢一些地段不好啊，又是老旧小区，环境管理又不好的一些小区呢可能没有人去选择，但像一些呢低密度的住宅、花园洋房，或者说呢多层的这样的房子呢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追捧。那这实际上呢就是房价分化的一个分支。所以呢未来5年买得起还是买不起，主要呢是由地段、由城市来决定的，不能够呢一概而论。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